第4课，婚姻中最致命的误解。林青在朋友的婚礼上，听到新娘誓词时，忍不住苦笑。我愿意在贫穷或富足、健康或疾病、快乐或困难中都爱你。他心想，真的有人能做到吗？还是说，那只是婚礼上的戏词？林青已经结婚8年，没有外遇，没有家暴，也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，但她却常常觉得自己像是跟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。他们之间不再争吵，不是因为彼此体谅，而是根本懒得吵了。每天回家，他们像室友般各自滑手机、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她曾试着对丈夫说话，丈夫总是点点头，哦，好啊，然后回到她的手机世界。她曾以为婚姻会是2人一起对抗世界的甜蜜联盟，但现在她怀疑是不是当初根本就嫁错人了。你呢？是否也有过类似的怀疑？如果他是对的人，就不会这么难。这句话几乎是所有爱情故事的起点，也是许多婚姻悲剧的导火线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在电影里、小说里、流行歌曲里潜移默化地相信，真正对的人不需要太努力就会让我快乐满足。所以当婚姻里开始出现摩擦、冷淡、倦怠，我们就下意识地怀疑，是不是我找错人了？但真相是，没有任何一段关系不需要努力，尤其是婚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找对了人，为什么你们还会这么痛苦？如果你觉得自己找错了人，离婚又真的能解决问题吗？误解1，婚姻的目的是让我快乐。这是现代人最普遍却也最危险的误解之一。有人说，婚姻像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来的不是对方多可爱，而是自己多不成熟。在恋爱时，你看到的是他让我开心，在婚姻中，你会开始发现，他为什么不能懂我、体谅我、成全我？这时候，如果你相信婚姻的目的是让你开心，那么当你不开心的时候，自然就会觉得婚姻出了问题，甚至该结束了。但实际上，婚姻从来不是一个让你享受幸福的温泉池，而更像是一所学校，学习如何爱人、被爱，学习放下自我，学习长大成熟。婚姻不是让你快乐，而是让你成长，而真正的快乐是成长之后的果实，不是婚礼上的赠品。误解2，我们吵架是因为我们不合。曾经有对夫妻来寻求婚姻咨询，妻子一开口就说，我们根本不适合，因为我们老是吵架。丈夫附和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但咨询师听了之后却笑了笑，你们知道吗？会吵架的婚姻比不吵架的婚姻健康。2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事实上，吵架不是问题，不愿意解决问题才是问题。争执的背后，往往是对彼此关系的重视。当2人都还愿意为了价值观、金钱观、教养方式争论，表示彼此心中仍有期待。但当冷漠取代了争执，那才是婚姻真正走到边缘的时候。
冷漠比争吵更危险，因为冷漠表示你们已经不再期待改变，也不再在乎彼此的感受。误解3，对的人应该能懂我，不需要我说太多。这句话看起来好浪漫，但现实中却是婚姻的地雷。不少人心中有这样的剧本：我难过，他应该知道；我不爽，他应该感觉得到；我需要安慰，他应该主动给我拥抱。毕竟我们是夫妻，他应该最懂我。但你知道吗？没有人能完全读懂你，除了你愿意说出口。你以为沉默是让对方猜，你是在考验他，但对方以为你的沉默是冷淡，是无理取闹，甚至是不想沟通，于是他也选择沉默，双方各自筑起一座墙，越来越远。而很多婚姻就是在这种你应该懂的误解中，一点一滴走向破裂。误解4，他变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句话不是错，而是必然。每个人都会变，你也变了，不是吗？只是你希望对方永远像当年谈恋爱那样温柔、体贴、善解人意，每天传讯息说我想你。但人生的阶段改变了，压力变多了，责任变重了，角色变复杂了。曾经可以对你无限付出的他，现在可能要照顾年迈父母，撑起经济压力，或者每天在工作中耗尽心力。曾经热情奔放的他，如今可能在育儿、家务与自我失落感中挣扎。他们变了，不是因为不爱你了，而是人生变了。如果我们总是怀念那个过去的他，那么你爱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个过去的幻影。婚姻会破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盖。我们常以为婚姻是找到对的人就会自然幸福，就像买了一块地，土地好，房子就会自己长出来。但真相是，你得学会怎么盖房子，学会怎么修理破洞。我们都没有人天生会做丈夫、妻子。婚姻不是凭感觉就能走下去的，它需要智慧、学习、耐心和意愿。婚姻不是找到对的人，而是愿意成为对的人。结语：那个致命的误解正在你心里吗？有没有可能，现在你以为婚姻走到尽头，其实只是卡在一个误解里？你以为破碎是结局，其实它可能是重建的开始。这系列课程不会给你童话般的幻想，而是要陪你一起拆解误解，重新理解爱与婚姻的本质，并且发现破碎的婚姻不一定是结束，它也可能是恩典的起点。